这期不是我的主场，而是我这倒霉蛋朋友，他已经过来维修2天了，我们就看一下他遇到什么情况吧。就4个，现在什么情况？1、2、3、4，这个是早就不修了，应该是1、2、3、4个监控。然后现在什么情况？大概说一下。掉线。其实我也挺纳闷的，4个监控怎么能让他修2天？我还没反应过来的时候，突然一个监控他自己恢复了，这就让我觉得事情没那么简单。亮了，现在又不亮了。这个对呀，我看到了，是不是？那现在不是说修这3个就行了吗？你说这个是没有的，那修这3个不就成了吗？但是它这里一片都会掉啊。这怎么掉法？就是轮流掉啊。轮流掉。哎，那现在是好的，你怎么复现它轮流掉？你拼它的时候，它就看到它会掉线了。拼它的时候，它就知道掉。你看到它是没掉，但是它隔一会儿它又连上，它就不明显。它时间上，时间这个，等你拿那个电脑拼它的时候，你就能看得很明显了。我看那时间，这里我看了一下监控的描述，没有出现跳秒的情况。那么按理说，这些画面不应该平白无故消失才对。时间还可以。之前掉的更厉害，后面我修过一次，就稍微好了一点。来，看到没有？又开始掉了吗？现在又掉了。对啊，它有些是已经掉了，但是它又连上了，就看不明显。但是我看这个还可以啊，这读秒，它现在就是说全部都是随机掉。这些也有过吗？也有，左边这个也有。左边这个也有。我看了，喂，确实又掉了一个，是不是？现在就这种情况，监控读秒正常，但画面会随之消失。通常来讲，应该是线路不稳定，或者是交换机处理不过来导致的。所以这边我就看了一下，它这边的线路布局，几台录像机？1台、2台、3台，3台录像机要接这里的。我看那标签，网络主线。它网络主线是主机，这是什么？门卫。就刚才我告诉你的那个交换机。门卫交换机。这又什么？这标签怎么写反的？这啥意思？这个实验室就是实验室楼梯那里有一个交换机，然后这里是实验室，就我们这里后面也有一个，之前是光纤直接到这里的，40几个摄像头就是这条线。这个40几个摄像头。到哪的？到哪的？就后面那些棚全部都是经过这条线过来的。我把它试下。当时一说这条线有40几个摄像头，我还是挺震惊的。为了验证一下他说的是不是真的，我就拔了这条线，看一下会断开多少个监控。全部掉了。但是这个没掉啊。对呀，这几个就是另外别的地方呀，这里还有别的交换机。我看看会掉多少个。46。当时拔那条线确实掉了很多画面，这种问题是非常严重的。我是想不到一条4G网线居然能带40几个摄像头，所以我就马上用电脑接入这条线，打算看一下监控内网波动到底怎么样。但是这时候我朋友又给我一个更可怕的信息。这里有个交换机。我们现在在哪里？我们现在在这里最前面了。我们在这里。它有一条线拉到这边。在这里有一台交换机，就是大门口上面那个。大门口。又拉了一条线。那你就画一下我们的位置，你先画一下。在这里啊。我们的位置在这里。然后它那个有一个光纤是在这里围墙后面。围墙后面是直接就到这里的。那你画一下。这张图他画的不是那么完整，很难让人家马上理解过来，所以这边我就重新画一遍那边的图，然后给大伙讲一下目前这边存在问题到底有多严重。这个就是他们的线路布局图了，机房是在这里，然后这边总共有1个牛棚、2个牛棚、3个牛棚，它这样线路布局问题很大。比如这里交换机负责6个摄像头，它不是直接到机房的，它是直接就串到这里来，那么这交换机就要负责10个摄像头的工作量，然后它又从这里串到这里来，那么这交换机就要负责16个摄像头的工作量，它一直这样串，那么最终这交换机它要负责前面全部的摄像头的工作量，到了这里可能就开始卡了，而且它还是又到了仓库，而不是直接到机房，所以仓库这边的话也是一塌糊涂。你看
他这边接到了仓库，这边牛棚还有2个交换机也是接上面的，仓库也有个交换机接这上面的。这样跳这么多交换机的话，我这边我都感觉它会卡的要命，而且它这边还不是直接到机房，到这里，到了这个交换机，这里也有个小交换机让它，然后这边这条线它需求是到机房的，但是呢，我们之前看到的它是那条4星线，因为它这里又抽出来了4星接这个交换机上，所以现在压力比较大的就是这个交换机，然后又到这个交换机，还有这个交换机。对了，还有这条线，这条4星线压力也是非常的大。这条4星线它接了45个枪头，一般来说应该是每个区域都有一条独立的主线通往机房，然而我是这样相互串联起来。但是我跟我朋友实际逛了下场地，发现这片场地非常的大，要重新布线的话，甲方肯定没那么多预算，所以我就来到仓库这里，看看有没有解决方法。这里让主要按机换应该会好很多，我上去看下能不能给它解决了。现在我手里拿的就负责4个牛棚的核心交换机，后面这 POE 则是负责仓库的监控，所有主线都接到了这里，然后通过这光收发跳到了实验室。当时我考虑把这5口换成24口，这样可能会解决监控掉线的问题，因为24口的背板带宽远不是5口能比的。接着我又去实验室的外墙看了看，没想到这回还有意外的收获。这不就成了？有2个光收发就好啊。那你不知道是不是到那边的？打光啊！当时我看到这里有2个光收发，我就马上改变了我的想法。我知道这里的光收发是通往仓库的，而且我刚才在仓库还看到了光纤盒。开始我以为这光纤盒是通向其他地方的，但这光收发的出现就让我觉得之前应该是2条线到仓库来对。如果真是这样的话，那就好办多了。但是我们2个都没有注意之前师傅给我们埋的雷。我不是上来的时候我就说了吗？哇！之前的师傅没有把光纤盘在光纤盒里面，所以不出意外的，这光纤盒一碰就断了，只能倒霉透了，还没碰就断了。他妈谁干活这样干的？完了！光纤要融了。完了！我看到这些也没了，时间问题，你看。对呀，就是断了嘛。我是想不到问题还没解决，反而还把40多个枪头给弄没了，后面没办法。只能给它重新融光纤，把光纤融好后，这边我就直接上红光笔，看看那条废弃光纤到底有没有通到那边。我来到仓库这边，打开仓库的箱子，发现那条废弃的光纤果然通向这里的，还好是通的。这样的话事情就好办多了。我这边先增加一个新的光收发，然后再用公车宝测一下这些网线分别负责了多少个上头，好让2个光收发做到负载均衡。只接了5个，那其他没有交换机串过来，这里面只接了5个，3个，也是5个。就这样我一条一条的试，最终知道了这条带标签的，它负责25个上头。我直接把它接到新的光收发上，然后又从机房拉了一条线到了实验室，这就相当于1号、2号、3号牛棚直接跳过了仓库和实验室的交换机。剩下这2组线分别负责3个和5个上头，还有这 PO 交换机也是负责5个，所以我就把它们都接这交换机上，然后用另一个光收发传回机房。这样的话，监控码流就完全被平摊掉了。毕竟之前一个光收发带40个上头，还串联这么多交换机，这还是挺可怕的。我给大伙看下之前上头的拼包数据，虽说没有那么延迟，但它丢包实在严重，这也难怪我朋友总是修不好。接着再看下。我增加光收发频RAM后，拼的延迟正常了不说，而且一个包都没有丢。总之这次维修也刷新了我的认知，居然串联了8个交换机才到机房，而且主线还是4星线，我实在想不明白之前的师傅是怎么把这些监控给点亮的。